发狂停电的晚上，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，心跳加速缺氧，眼神的碰撞，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，有你热肠快乐不打烊，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，比漫画还要更漫画的日常，欢喜悲伤复刻生活的模样，下雨天因为你变得很特别，路边捡来的小可怜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出现，绑紧我转圈圈。下雨天因为你让我好想念，属于回忆的某一片，走在一盏盏亮起的大街，温暖整个世界。穿过出口的等待，美丽的意外，一不小心见到爱。第一次遇见你，从未相信有一天会如此的亲密。你充满恨意，无法靠近，随时准备 Plan B。现在就跟我走去填补这空白，穿越过这是谢老板的漫画吗？一不小心遇见爱。这本超难买的。等待美丽的意外，一不小心见到的你喜欢吗？喜欢。欢迎回家。那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一直抱着。那是悠悠送的，他说什么同居礼物、最强装备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打游戏用的吗？应该是的。最强装备，要不你装备一下？要不你装备一下吧，这个适合。我跟你讲啊，虽然我们现在是同居了，但是，你饿了？嗯，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不用，我们去便利店买吧，我请客。好。买2送2，2、4，刚好4打。保质期还可以。那你先在这里逛一下，我去一下那边。啊，去吧。
0411。嗯。房门的密码是0411。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，你可以录一个指纹。很方便。为什么是这个？也不是我俩的生日，难道是他妈妈的生日？哼。这些都是在便利店买的。对啊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堪比米其林大厨啊？以后我就在家里给你做，你就只给我米其林餐厅一半的钱，划算吗？你说，钱跟我，你更爱哪一个？大概，可能 ，maybe， 应该是你。你在哪儿学的这些啊？我哥教我的呀，以前在家里经常做，因为方便嘛。味道也就一般吧。一般吗？不是吧？就提了一下我哥而已，突然气到离席了还？我看看，他哪儿了？笨蛋，都烫红了。好了，寿喜锅里要不要帮你加点醋啊？我看你挺喜欢吃的。不用。用吧。不用。用。不用。用的。喂，悠悠。安叔，你是想打听安心的事情吧？也想问问你好不好？放心吧，我们都很好。安心更是小日子滋润的很，他都和林月住在一起了。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？他们住在一起了。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亲耳听到就放心了。那就先这样了，我还要去工作，随时联系哦。拜拜。拜拜。我都听到了，我还是小瞧了安心的手段。心儿，你跟林月的事情跟安心没有关系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如果没有顾安心，我和林月哥哥早都已经在一起了。还有你，哥，你这么优秀，多少女孩上赶着追你，你为什么偏偏对他那么死心眼呢？那你跟林月呢？没有安心，我和林月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心儿，这不是喜欢，这是不甘心。努力在感情里是没有用的，你哥我就是个失败的例子。我不会失败，我相信林月，我也相信我跟他一起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他会想明白。谁一直陪着他，谁有资格站在他的身边？那个人一定是我。心儿，感情这个东西它不是用时间衡量的。我不会放弃的。喂。
对着我跟谁打电话呢？还这么意犹未尽。以后住在一起了呢，你要是有什么不自在，就告诉我。又不是第一次住在一起了，有什么不自在的？当然，有了一次的经验呢，之后会做得更好。你给我的不是经验，那个叫魔鬼体验。那我们就把之前没有做好的、没有做完的都补上，好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心脏检测仪，带上这个呢，睡觉的时候就能保证你的安全。如果有什么异常，它就会打给亲密联系人。亲密联系人应该是你吧？那我们两个人都有异常怎么办？那他就会打给医院。你心跳怎么这么快？没事吧？你不会是在想什么五光十色、少儿不宜的内容吧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想什么呢？能不能给你男人一点信任啊，郭安心小姐？那你以后能不能也多信任我，让我成为你安全感的来源，而不是这些？好，睡吧。安心，是谁啊？哦，那个你的快递我给你放在门口了。好，谢谢。什么快递呀，还要寄到家里来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误会才孝顺呢。说好的彼此的信任呢？
哎，你说我们要买点什么类型的家具啊？安全系数最高的。应该买物美价最廉的。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双人大床啊？好啊。你干嘛呢，小矮子？我量尺寸呢。你不用量了，我是2个你。先生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我就给您开单子，您签字就好了。你挑喜欢的款式就好了，尺寸我都量完了。这款特别舒服，您跟太太一定会喜欢的。麻烦用最快的方式配送。懂，绝不耽误。开始吧。摆的都不认真，你都不虔诚。你得摇起来这猫，你不摇它招什么财？来那边。好，可以拜了。哦，真拜啊！拜啊！终于弄好了。看到这一切，好像又回到了刚开始一样。只不过呢，没有小瘸子，也没有大蟑螂。但是呢，有一个让你安心的好男友。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求雨啊，我说是这个人。不够明显吗？你啊，我？嗯，我有这么丑吗？拜托，多像你啊，缩在沙发上。求雨多可爱啊，跟你一样，遇到危险就会把自己缩成一团。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啊。你手机怎么没设密码啊？要密码干嘛呀？万一哪天手机丢了，陌生人捡到，也知道打给谁啊？不设密码才危险呢，万一银行卡密码什么的泄露了怎么办？那你给我说一下吧。那你
那你有什么幸运数字或者是喜欢的日期吗？那就0411吧。哦，好。资深铁臂男，抗比心体质，我喜欢。4月11日，顾欣儿生日。谢谢。为了庆祝你回来，赵磊真的是破天荒挪用公款买的蛋糕。你们说，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的生日设成门禁密码，这说明什么呀？那肯定是用情很深啊。不是，怎么感觉你怪怪的？万一他还有一段什么感情前世我不知道，你说会不会我就等着有一天给返场女嘉宾乖乖腾地儿，双手奉还啊？的确，前任是这个世界上最晦气的物种。哎呦，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，但是我真的很少见他在电话里面那个语气这么温柔，而且还带着笑意。逼他，你得问他呀。那我万一得到一个让自己失望的答案怎么办？还不如憋着，谁还没有点过去呢，对吧？嗨，你既然有疑虑，你就要提起精神，加速火力，守护你的爱情。真的。我是不是对他的过去太执着了？其实我又很害怕，会不会在我们真实相处之后，他觉得我们俩并没有这么合适？你俩就是人尽皆知的小夫妻，谁敢来作妖？就算敢来作妖，咱们也得把他干下去。不管谁来作妖，我都绝不会退步的。Hello， 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这不是为了你慕名而来吗？脱了白大褂的我，是不是有一种莫名的帅气？那希望一会儿分组试练完，你还能保留这份别样的帅气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来讲一下拳击中的步伐。保持重心，滑步出击。只有当你的步伐足够娴熟的时候，才能将力量上升到腰部。而腰部对于我们来说呢，又是十分。教练，你说这个腰部这个发力，我怎么总是感觉不到呢？是这个位置，对，这个位置。这儿。对。我怎么感觉不到呢？哎，是前腰还是后腰？是这儿吗？这儿吗？咦，怎么感觉不到呢？这干嘛呢你？
臭小子，你谁啊？你哪根葱啊？敢推我？你管我是谁呢？你个猥琐男！你再碰艾丽一下试试。我碰了，你想怎么着啊？教练，我申请训练赛。好啊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要保护你啊。 我申请训练赛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要保护你啊！肖雨珊，肖雨珊，起来！哎呀！对不起啊，我还是没打赢他。 输赢并不重要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他打呢？你知道你只训练了2场，很有可能会被打成重伤的。我就是要打赢他，我必须打赢他。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呢？我为了你啊！为了我。我呢？ 就是个小菜鸡，你呢武力值爆表。我要是不打拳的话，我拿什么跟你有共同话题呀？而且你只喜欢打拳。喜欢？谁跟你说我喜欢打拳的？你不喜欢打拳？这只是我的工作需要，擅长跟喜欢是2码事。你怎么不早你怎么不早说呀？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呀？今天你是6米见方的拳击场上最厉害的拳手。不管怎么说，
我一定要让他给你道歉，在所有人面前给你道歉，不然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谢谢你。你这突然大写加粗的温柔，我还真有点不适应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你今天这种鸡蛋碰石头的鲁莽行为，或许才是真正的勇敢。虽然吧，你说的是事实，但是可以稍微委婉那么一点点。你快别乱动了。这不是那个手下败将吗？小艾教练，你帮他揉什么呀？也帮我揉一揉。你说的对，对待无法回以尊重的人，是应该给他点教训。教练怎么打人啊你？现在一不在拳击馆，二不在训练场，我也当然不是你的教练，我只是一个被你骚扰到怒火中烧的普通人。太帅了，刚才是不是特别爽？以后就应该这样，随心所欲，有什么不开心的，嘁哧咔嚓发泄出来。你要是实在不想说，这不是还是有我的吗？我愿意24小时无休做你的树洞。真痛快，就是有点后悔。刚才应该打得再重一点。不着急，下次我来。扶我一把。来。顾老板，不行，这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一般称呼开头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呢为我们工作室切了一大单，大企业秘密招募企业形象设计。老板，我这手头上还有一堆活没做完呢，你这是想把我掏空吧？哎，听我说呀，这单要是做成了，不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而且至少能实现咱们工作室半年的奶茶自由。行，做。工作使我快乐，加班使我更美。Nice。能把挣钱说这么清新脱俗，也就你们俩。奶茶你别喝。顾老板，一会儿啊。不行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的意思是一会儿你见着甲方爸爸，可不要被惊喜冲昏了头脑。都是人嘛，未必他还有什么三头。你说的大公司？优妹啊。你说的大 boss？小林总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不是，我是怕你弃单避嫌啊。你这万一要是逃单了，那咱们这个月的业绩可就归零了。虽然说避嫌确实是有些作妖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这嫌真的是太大了，不行不行，赶紧走。顾老板，你说这来都来了，而且我已经替你打听过了，这个公司呢，知道你跟小林总关系的人屈指可数。真的？真的。所以啊，你就当是看在奶茶的份上，钱的份上。钱的份上，钱的份上，奶茶的份上，奶茶的份上。好冷，好绝情，好有魅力。更难的是，他始终如一，不爱笑，没有莺莺燕燕也就算了，居然连花枝招展男情敌都没有。末日先生何止是不近女色，他对雄性更是杀伐决断。到底是何方神圣能降服我们的冰山太子？他究竟在等谁呢？
陌生女人，原来是她，危险人物预警。林总，以后一定要多多关照啊！有机会的话，一定是要多多合作的。原来只是供应商啊！也是，你看他从上到下，一无是处，化妆穿着充满瑕疵，情敌概率基本为负。我是被赵磊骗过来的，这次的工作不知道是跟你公司有关系的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次合作纯属巧合。是，这确实不是林总安排的。总而言之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你女朋友，我也不想让别人说我的公司是走后门进来的，也不想你骗他我，明白了吗？谢谢你啊，林总。两位，明天请。哎，林总。克制一下。那要是克制不住呢？那就用心克制。哎，我们公司的特色是2次元，但是现在市面上，互联网公司跟2次元能够碰撞出火花的案例并不少见。就此这样的案例，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调查。如果各位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做一些类比给大家供参考。袁总，其实这种小项目的签约你根本不用参与的。哦，我是来抽查一下你们市场部的工作，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顾小姐，合同没问题了，预付款给到你们，咱们就可以按照计划正常进行了。啊，好的，期待我们合作哈。谢谢啊。等等，这位是顾总监吗？啊，是。你来一下我办公室吧，我有些理念要私下跟你传达一下。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林总对我们工作这么认真过。你们这次一定要好好做，不然以林总的为人，都得死。啊，放心，死不了。啊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把我一个女孩子叫到你办公室来，而且为什么不叫赵磊？顾总监，把门带上。干什么？顾小姐，我表现怎么样？你表现得很好，但是你这样子的话，就很容易被发现呢。你别喊啊！你要喊的话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克制不住了。什么克制不住了？你不要吓我！我什么都克制不住了。好了，没有人的时候你不用克制。到底是你退回来的，还是顾安心退回来的？心儿，怎么，现在娱乐公司谈代言合作，都要老板亲自出马了？毕竟这一次甲方是你啊，看来我们也没必要谈什么代言人合作了。现成代言人不是已经有了吗？是谁？难道你觉得还有人比你更适合代言菜鸟驿站吗？盛总可真是幽默啊！
杏儿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卖花的人告诉我，这束花它有一个花语，叫做“足以与你相配”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而我呢，也终于有机会拥有跟你朝夜相处的时间了。看来你这次是想全权负责这个代言活动。我现在手里呢，只可以回给你下个月的校庆请柬。你不说的话，我都忘了校庆的时间了。这是什么？他值得吗？你不会明白的。我怎么会不明白？我不是一直在等待某一个人吗？我也希望有一天他还能回头看看我。如果他不知道回头呢？那就一直站在他身后守护他，一直等下去。对了，晚点吃什么呀？杏儿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会一直爱着你。这件事情你可以反复向我确认。饿了，吃饭去吧。走吧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不是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还开这么多灯？我这水费、电费，我这麦哥也找到女朋友了。嗨，这还没缓过来呢。我在进行退圈仪式。你说我都喜欢了77412条，怎么能说忘记就忘记啊？没事儿，我这东西你随便用，不要哭了。你说怎么，网络也好，现实也好，不管我怎么付出都没有结果啊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你挺好的，真的。你可能只是努力的方向稍微有点偏差，但其实你是很值得被别人喜欢的女孩。真的？绝对。ZQSG。今天 BBC 制作的纪录片《重建巴黎圣母院》上映。该片由法国、美国还有澳大利亚多个机构联合摄制完成，全是现场画面，实景感强。下面请大家欣赏片段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悠悠拿了你的地址，这是你暂住的时候放了一些日用品在我这儿，一直都没给你送回来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。什么时候开始跟我这么客套了？之前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感情的事情哪有什么对错？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我们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，对吧？玫瑰天窗被焚毁殆尽，火灾持续14小时，屹立了850年的古迹。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。由于损毁严重，重建工程充满难题。啊，那你听，巴黎圣母院它也会受损。巴黎圣母院重建法案旨在为重建巴黎圣母院提供法。如果卡西莫多没有隐藏自己的情感，故事会不会不一样？艾斯梅拉达会被打动，会爱上他。我不知道。
但是我觉得，世界上没有这么多如果，一切都要向前看，哥。我的安心真的长大了。以前的事情你们不需要有负担，我们就像过去一样就好。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去给你把饭菜热一下。刚刚谁来过了？没有谁啊。是顾安生吧？你怎么？你都知道了，干嘛还问？我没告诉你是怕你生气。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怎么，你哥不放心你来给我送温暖啊？不是。是我落在他家的东西，他给我送了过来。那不是有快递吗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。安生只是我的哥哥，仅此而已。我今天真的已经很累了，好多工作要做，还给你准备了饭菜。不光没有表扬我，还跟我发脾气。这么快，这个赔礼小蛋糕就送来了。我可不像某些小坏蛋那么没良心。我才没有没良心呢。怎么了？遇到困难了？创作的时候遇到瓶颈期，其实很正常。所以你这个小蛋糕送来的很及时。慢慢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以后见你哥，不用瞒着我。不对，你还是别见他了。那我是见还是不见？总之，你不能瞒着我。好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个坦白局。有几件事情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。请讲。每天晚上给你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？肖医生。他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？他让我帮他追艾丽。喂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挂了！那挂了吧？哎呀，我腰受伤了，我还把厕所的门把手给拽下，我现在被关在厕所里面，要是马桶没把，孤独终老了呀！那你不应该打120-110养老中心吗？打给我干嘛呀？你心怎么这么狠呢你？我不是放你那儿一把备用钥匙吗？你把门把手再插上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把门打开。啊，我试试啊。哎，开了，我脑子短路了。不是1天2天了。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我这么惨，十分惨，特别惨啊！你的备用钥匙不应该给我，应该给你女朋友。我又何尝不想放在艾丽那儿呢？但是我现在怎么办？
那去找你的艾丽啊。那，行，难得出了个好办法，好兄弟。哦，对了，你明天去上班的时候啊，看完腰再给自己看看脑科啊，好好看看脑子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每天晚上都笑眯眯的打电话，还意犹未尽的样子，是因为嘲笑他？是。萧一山喜欢艾丽。不过他也挺不正常的，这种事情居然跑去找你。陷入爱情的有几个正常的？你骂我呢？你不要岔开话题。还有，我先告诉你啊，我不是有意的去窥探你的隐私，我只是帮你取快递。然后我拿到快递之后，我就不小心我就瞄了一眼，就看到是顾仙儿给你寄的快递。我退回去了。所以里面是什么呀？鬼鬼祟祟的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又不关心。早说嘛！早说我可以帮你打开看看呀。那万一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多浪费啊，多不划算。既然跟你在一起了，那就要跟别的女人划清界限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门禁密码为什么是0411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啊？0411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日。小毛豆，我会来找你的。0411是我们的第一个纪念日。从雨中相遇那天说起，淋湿一段回忆的痕迹，缘分离奇，念念不忘的过去有了回应。心突然乱了频率，借有意的手拥抱你，明明越来越在意，怕
不再抓狂停电的晚上，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，心跳加速缺氧，眼神的碰撞，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，有你热肠快乐不打烊，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，比漫画还要更漫画的日常，欢喜悲伤复刻生活的模样，下雨天因为你变得很特别，路边捡来的小可怜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出现，帮紧我转圈圈。下雨天因为你让我好想念，属于回忆的某一片，走在一盏盏亮起灯的街，温暖整个世界。小影的手中的青睐，首先要去了解他们。你还好吗？你确定你这样能做汇报？我很好啊，我又不是因为紧张。看出来了。我认为90后他们更具有能够接受这样。哎，干嘛？你醒醒啊！你挤的牙膏是我的洗面奶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设计挺好的。当然好啦，成双成对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师傅你就在这块儿停吧。这位乘客，你目的地还没到呢。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到啊！要是被人看到我们俩一起下车，不就破功了吗？你就在这放下，我自己能走过去。傻瓜，我送你到下个路口，好吗？想要赢得受众的青睐，首先要去了解他们。我把受众的目标定在了独居的90后，因为我认为90后更加能够接受这样 Q 版的形象。我们可以借力让全新的形象推向我们的秋季市场，来巩固、来强化我们的主题，温馨陪伴，独一无二。品牌形象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呀？意在商业用途和品牌宣传。但是现在这个设计跟我们 New Way 的新理念极其不符。用户定位是精准到位的，但是实际设计的这个形象有点过于低幼，恐怕难以契合 New Way 的时尚感。确实，这些备选概念形象切入点缺乏新鲜感，有同类企业同质化雷同趋势，受众接受和针对人群的理念传播力、到达率较弱。实在是抱歉，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。不过非常感谢各位给我们提的意见，我们都是会采纳的。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下一次能够反馈到很好的设计给大家。都发言完了吧？这次只是初次评定，了解了彼此的诉求之后，相信您方可以提供更好的设计方案。散会。等一下，请贵方的主要设计师留步。我有些意见要和你单独讨论一下。还好吗？不好。信息太多了，
有点饱和，不过消化消化也能行。只是初次评定而已，还要看最终的汇报结果。你刚刚没看到他们的反应啊？没戏了。还有时间。在这之前呢，我可以给你一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，比如……我不想走后门。我现在只是一点点的状态，等我真的达到了终极状态的时候，会给你惊喜的。你好像很厉害的鸭子。对不起，林总，不发音交给你方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快走。好了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，平常心就好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绝对是活力值最充沛的一方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怎么办？画不出来。慢慢来，会有办法的。要不你再看看参考？要不你帮帮我吧。我？好，别动啊。我让你别动，你不要在后面偷偷的动。你把这些贴在画板上，不一样吗？粘在你身上，我更有灵感一些。行，就这样，别动啊。我就说嘛，还是得实地考察，具体的看到了企业文化之后，这样呢，我的设计才会更加的有真实感。看来这次你一定会很顺利的。我会加油的，你去忙你的就行。好，那把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对讲机，也是我们公司的特色。这是谁设计的？当然是林总了。有他的特色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好，有事找我。喂，对讲机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些？这哪里是公司啊，简直是凌月大型粉丝后援团。你是负责企业形象的设计师吗？不好意思，打扰到您工作了是吗？没有，听说你前几天被骂得挺惨的。啊，没事儿，越挫越勇，很正常。哎，你可不要误会我们林总，我们林总可是我们 B2M、B2C 的偶像。什么 2M？ 这你别管，总之，我们林总真的是太有魅力了。林总做事情啊，总是雷厉风行，而且还很帅。那冒昧的问一句啊，你谈恋爱了吗？没有，我一直单身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不是。请访客安心小姐来一趟公司茶水间。茶水间？艾丽找您。
别人吗？怎么是你啊？我明明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你下手这么重，你想谋杀亲夫啊？让你鬼鬼祟祟的吓我一跳，对不起啊。明明是你嘛，跟别的男生聊那么欢。New Way的总裁居然偷听别人讲话。那你男朋友随便搭讪你着不着急啊？不是，我是怕他爱上你。有的人看起来冷如冰山，实际上背地里搞定了男女老少，让人怪不放心的。你吃醋了？哪有？哎呀，少气，别冲动。我们老板呢，刚认识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发现他能力还是很强，人还是很不错的，一定是误会，没事的。看来公司的安保系统该升级了。我明白，这次确实是我太冲动了。你有这样的老板，我也觉得你挺为难的，真的。会习惯的。忙去吧。怎么了？烫到了！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来，疼吗？做好了啊。这要是你一个人住啊，肯定每天都要磕磕碰碰的。你这要是一个人住啊，可能还不如我。那就说明呢，我们俩谁都离不开谁。哎，没事儿，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。甲方建议你上好药，立刻休息。这么温暖惜才的甲方，真是让我有一种想要长期合作、保留住心动的感觉。好。哎，你不用泡我。这是甲方在履行保护乙方的责任。走，睡觉。成天画这些，它下饭吗？它又不香。它不光下饭，简直就是仙人下凡。哎呀，醒醒吧，这陪你吃饭过日子总得是活人吧？那也得王八眼里只有绿豆才行。眼前的绿豆也比天边的爱多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怎么，你种草那家店打折是不是？
当然是设计稿完成了。哎，你看，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只有我，他就关心 KPI 飞得高不高。哎呀，没有 KPI 哪来 RMB 啊？当当当当。这是什么形状？刺猬、老鼠、树懒。不对，这是本设计师亲自以 New Way 创始人为原型的祖籍大草原、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球鱼。哦，丑美的，还挺有意思的。那他怀里抱的那是什么呀？避孕棒。他们家 logo 呀。的确是很不走寻常路，很New Way了。果然是爱情的力量，朝夕相处才有不同的灵感。要不说说有什么甜甜寓意啊？对啊，这个品牌故事越多啊，这个品牌形象越有价值。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写。爸，来了啊，坐吧。今天怎么想着过来了？我想来先了解一下业务，把功课都做好。我记得你原来心里最排斥来公司的。以前不懂事。那怎么突然转了性了？我想改变我们顾氏被临时压制的局面。不会是因为凌月和安心在一起了吧？不全是。如果我能真的打败凌月，才是我加入顾氏的申告时。说实话，你的儿女私情我不管，但你要想明白，你今天做的决定，很可能是左右你未来人生几十年的重要决定。你到底想清楚了吗？我想清楚了。这么多年了，该吃的苦，该趟的路您都替我们趟过了。我现在只是想，让您的心血不要白费，重建我们顾氏辉煌。你们说，我们就这么公然在甲方这么豪华家里大闹纷飞的合适吗？你是不算账，不知道我们创业者细枝末节的艰难。我们那商水商店的用起来多贵。合着你来偷电来了，抠死你算了。不是，我们两个诸葛亮愿意带你这么个小臭皮匠就偷着乐。诸葛亮，你是猪，猪头、猪脑、猪腰、猪全套。你们俩要再这么吵下去，一定会结婚。怎么可能？我这么年纪轻轻的还不至于瞎。最好是，毕竟我是你注定得不到的人。看来真的要好了。不可能。不可能。那，回来啦。等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公司新的形象设计吗？对啊。就是你说我长得像那个大乌龟还是什么？我好像没有说过你像大乌龟，这个是球鱼。哎，要不然你代表 New Way先试一下？不，我绝对不可能穿。哦。啊，你现在就像一个巨大的人形玩偶，可以把你放在公司门前做那个招财小神童。你确定就是这个了？怎么样？我无法客观的评价，因为你对我来说是不同的。放心吧，这回一定能行的。正好，我给你拍个照看看。哎，笑一个哦，不用笑。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的。还没完成呢。没完成都这么生动了，那我好期待成品啊！
好希望他们原地结婚啊！也太羡慕这样的感情了吧？羡慕什么？找一个。这又不是想要就能有的。你努力，说不定。拆不开这个。这怎么粘一起了？你笨死了！我卸甲水呢。不，你别扯，疼。笨，轻轻的啊，哎，别动，笨。疼不疼？轻点啊，轻点。我们利用了明确的配饰，突出了5G 加物流一站式服务的新理念，发挥了网络资源的能力、物流协同的优势。大家往这边看，眼睛跟心脏的部位都做了特别的设计，安有不同功能的环境及身体安全监测器，是黑科技和奇特外观的一个结合产物。用眼睛去看，用心去体会，慢慢就会成为人们身边一个隐形的关心和陪伴。我给它取名为 Watch。它的寓意是注视和守护 ，Watching with you， 陪伴守护每一个你。想到这个主题，想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是因为一个人。最开始我总觉得应该是我去照顾他，我去保护他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慢慢的变成了我是那个被守护的人。在这个非常快消失的时光里面，我仍然能够感受到温度，感受到爱。谢谢大家。恭喜啊！这是 New Way 成立以来高管层第一次一致认可通过的提案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惊喜？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，那现在？现在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觉得他的气质不一般。所以闹了半天，刚刚在调情啊！我女朋友郭安心小姐为庆祝设计方案通过，请全公司人员喝奶茶。疯了呀你！你公司那么多人，我破产了，我得。没事啦，你请客，我付钱。笨蛋，你的钱不是钱吗？你刚才说的企业文化、善待员工的理念呢？那有的人他不爱喝甜的。好了，谢谢你为我们的设计那么努力。能给喜欢的人做设计，超有成就感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跟悠悠他们去庆功了。我说你们俩怎么偷偷走了呢？原来背着我在这偷偷约会了。谁要跟他约会啊？我不是为了给你和小林总创造机会吗？拜托，我是那种见色忘义的人吗？当然要一起庆祝啦！果然是我的好心思。那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坏的吧。坏消息就是我们下个月接了新的案子，可能要新一轮的挑征夜战，还有加班大战了。啊，那好消息是什么？续个命。好消息就是，New Way 的设计款到账了，我们可以提前准备进购位啦。为什么这次款到的这么快啊？那还不是我们的主编是总裁夫人吗？啊，下个月的案子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大家的年终奖我绝不手软。那是不是就是说，我追星的广告牌份子钱我就可以随意挥霍了？随意挥霍。糟糕，这死灰复燃的行动
是怎么回事？果然是患难见真情，终于发现我的好了。这个，那我们怎么庆祝呀？是啊，包在我身上。这是搞什么鬼？安心，黑咕隆咚的搞什么礼物交换仪式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多蜡烛。麦克，哎，你这头怎么有点歪？你这是搞什么鬼呀？你这是啊？一是为了省电，二是为了你。你这是做了个什么超级大礼物呀？你这是年终奖提前兑现了吗？觉得你会喜欢。对了，我为了感谢你，为了我们工作室不辞辛苦、任劳任怨，给你买了个眼镜，调节色弱的，你试试。怎么样？这可是最新款。很漂亮。你别误会啊，我就是提醒你要好好赚钱。那个，我们要向前赚，向后看，努力赚钱，迎进步。好。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知道，我可能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，但是为了你，我可以跟你喜欢的一些和谐共存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也觉得挺奇怪的吧？就我平时总是跟你拌嘴，总是怼你，其实都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想让你关注到我，想让你看到我。我可以不耽误你跟你爱豆在一起的时间，但你可不可以匀一点时间给我，跟我试试？什么叫试试呀？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？不然呢？哪有带着其他的男人来表白的呀？我也第一次。那试试就试试呗。林总，我们联手提前发布营销计划，发挥它的杠杆效应，不仅可以快速获得高额收益，同时能带领我们两家公司的其他业务。这样，我们就能真正占据5G 技术的制高点。营销计划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，我要的是万无一失。先发制人才能抢占先机，其他的问题后面慢慢解决完善就好了。
林总，况且现在的经济情况，顾从眼前的利益更切合实际一点。我们做企业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吗？如果刘总觉得眼前的利益大过于长远发展的话，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谈下去了。可惜啊，我还以为林总是个聪明人，现在很多企业都抢着想跟我合作。林总真的要放弃这次机会？送客吧。刘总，请。顾总，最近您新引进的促销活动获得了不错的积极反响，同事们想晚上搞一个庆功会，您看我们定哪里比较好一点？1个半小时之后通知所有人开会。我们要把市场份额抢占到45%以上才行。还有，跟各部门都说一声，把班业效率提高一点，我要在10分钟以内听到有效内容。好的，顾总，我这就通知下去。等一下，你们的聚餐找个好一点的地方，账单挂在我私人账上。好的，顾总。那顾总您怎么过去？我就不去了，你们玩得开心点。顾总，星野技术的刘总到了，让他进来吧。顾总，你好。终于肯接我电话了吗？公事的话直接找艾丽，别再打来了。不要再往家里寄包裹，我不想安心误会。怎么你总能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及时出现？我觉得这叫做心有灵犀。冥冥之中呢，我感知到了最近有人兴起一个家。堂堂盛世娱乐总裁，现在改做神棍了。这叫做情真意切。好吧，那我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送我上班。我真有此意，我就是顺路来接我的合作伙伴上班的。少来了你，一定是听天动说的吧？你在我身边安插这么多眼线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良苦用心。来，星儿，吃了吃。无事献殷勤，必定有阴谋。没错，阴谋就是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放松神器。林胜，是不是没有女孩逃得过你这温柔攻势啊？那就太可惜了，偏偏你每次都能逃过。星儿，过来，过来，我帮你。再优秀的人呢，有些事情能行，有些事情真的不行。谢谢啊。你跟林月是兄弟，怎么性格差的这么多呀？所以是不是开始比较出我的好了呢？想让林月做这些事儿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愿不愿意做，取决于喜不喜欢。你越来越会在伤口上撒盐了，我脖子就更痛了。哎，没事吧，星儿？要不去医院看看？
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当真了？你哪件事我不伤心？难得没有回绝我。我对你哪有那么恶劣？不是差，是很特殊。裴夏，我发现一家新餐厅，要不去试试？我想喝酒。想喝酒吗？晚上我陪你。你说，如果哪天你也不在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只要你愿意，我一直都在。骗人的话可是会变成匹诺曹的哟。那就掉进你这头金鱼的鱼腹里。初中玩的话剧梗，你现在还记得？你还不一样。来，我们准备出发。就是那个热公司盛总啊，哪里好搞定啊？连看都不看我这剧了。我是随便搭讪的人吗？简直气数大辱！哎，你知道他拒绝我理由是什么吗？他在等喜欢的人来。What？ 现在的流行是玩什么纯情角色扮演是吗？真的是。你竟然都还记得？你喜欢的事儿，我都记得。可是故事里的他，终究没有选择和艾琳娜的爱情。但故事没讲的那一部分，艾琳娜有新的开始。还有什么记忆是不会褪色的呢？我想大概只有心里面的吧。这是我收藏的一款很特别的酒，叫艾维莫。从2010年到今年，每一年的味道都会不一样，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收集一瓶，直到我喜欢的人愿意嫁给我为止。为什么是2010年？因为那是我们认识的那一年。心儿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也正好是我们认识的纪念日。抱歉，我都记不清楚了。没事儿，我记得就好。小盛，我知道你要的不是一句空口的道谢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任何承诺。我不需要你任何承诺，我只希望你能变回从前那个开心的你，就够了。那今天，让我们忘记一切吧。那就对着你的眼眸干杯。
卡萨布兰卡电影里面最浪漫的台词。心儿，你醒了。昨天我们都喝太多了。昨天我们是喝太多了，但是我们都是成年人，我不需要你对我负什么责任。心儿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心儿，你看着我，你的眼睛明明告诉我你在慢慢接受我，难道这一切只是我的错觉吗？这只是一次意外，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而改变什么。那个人出现在你的世界才是意外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？难道非得撞得南墙遍体鳞伤之后才肯回头吗？因为我不甘心，因为我忘记不了他。林深，我现在心里很乱，你让我安静一下行吗？行。好，我不逼你了。我已经知道你心里的答案了，我尊重你。记得好好吃早饭。先暂停一下，和我预期的有些偏差，还是要加强基站频率的辐射面，同时将信号延迟降到最低。林总，我们已经做了技术测评，程序本身已经很完美了。如果想要在性能方面更上一层楼，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扶持。既然知道有需要进步的空间，就不要自我满足。资金方面不是你们考虑的范畴，你们只要潜心做技术就好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这几天准备一下凌霄计划的相关资料，启动项目融资。好的。
你回来了。不是说了吗？让你潜水不用等我。也没有等太久。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疲惫啊？是不是你公司高层知道我是你女朋友之后，就后悔了？没有。他们做这个决定是因为喜欢你的设计啊。辛苦了。顾总，安行计划的发布资料准备好了，您过目。相遇那天说起，淋湿一段回忆的痕迹，缘分离奇，念念不忘的过去有了回忆。心突然乱了频率，借友谊的手拥抱你，明明越来越在意，好幸福的甜蜜，反正都是你。我们的故事刚刚开始，思念却已经无法停止。找寻回到你身边的地址。我们的故事刚刚开始，用尽最美丽的形容词，也还不够描述你的名字。我们的故事只有彼此，手心握紧未来的钥匙，用爱轻轻转动，打开一生一世。不再抓狂停电的晚上，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，心跳加速缺氧，眼神的碰撞，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，有你热肠，快乐不打烊，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，比漫画还要更漫画的日常，欢喜悲伤，复刻生活的模样。下雨天以为你变得很特别，路
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忘记拿资料了，顺便给你买了早餐。啊，我健身呢。那个人出现在你的世界才是意外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？难道非得撞到南墙遍体鳞伤之后才肯回头吗？进来。顾总，这个是林胜先生帮您点的水果还有零食。今天点的吗？哦，不是，前几天林胜先生为您预定了易发购的包年服务，按时按点为您提供专属零食和水果，并制定出了整整1年的便利贴留言。辛苦你了，下去吧。哎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进来。顾总，这个是昨天的报表。好。今天盛总会来吗？没有来，正好要跟你说，盛总之前让我把这个企业宣传方案交给你。这些照片什么时候拍的？这些啊都是盛总亲自拍的，而且盛总啊还特意交代我们，千万别让您知道，怕影响您的工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等我敲定好内容再跟你说。好的，您先忙。王总看得很快啊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林总说笑了，你的能力在业内谁不知道啊？你能找我合作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我啊还巴不得多投点钱。林总在电商峰会这么盛大的场合发布营销计划，那时候肯定是万众瞩目的焦点。接下来就期待那位的表现。感谢信任，放心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是当然，合作愉快。请问林总，听说 Newway 在新的项目上已经取得融资，这是真的吗？没错，在 Newway 还没有公布的一个项目上，第一轮融资就达到了10亿，当中包括物流、地产、互联网等数百间龙头企业。Newway新项目将会促进各方发展，而且我有绝对的信心，让股东们得到丰厚的回报。吵醒你了，安心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我就来了。我给你带了便当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嗯。酱。你做的这么可爱，我都舍不得吃了。你以后要是表现得好呢，我就给你奖励，因为我有独家秘籍。从哪儿学的？小时候我跟我哥就是做这个互相奖励。那我以后天天都要吃这个。天天吃了有什么特别啊？我明明没有放醋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好像还吃了飞醋，为什么呢？不要不开心啦！嗯，
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5G 加物流仓凌霄计划，看起来好高级，好便捷啊。它就是我成立New Way的初衷。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，可以用真正的科技便捷人们的生活和出行。你这个想法好棒。这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，但如今它要发布了，我却有点紧张和不安。林远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的，而你找到了目标在奋斗，而且做得这么的好，你就是幸运星本星啊。所以呢，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大胆的做就好了，大不了我养你。那我就靠你养我了。好。林总，您看一下这个。我们顾氏集团正在重新考量 B2C 自营。同时，我们也在重塑我们的物流自建价值进程中。我们与国内的多家知名企业形成了独家战略合作，率先在国内注册运行我们的5G 加物流仓业务。提出的安行计划将引领电商时代的新格局。这个安行计划，无论是从营销手段还是主要技术，都跟我们的凌霄计划如出一辙。凌霄计划那边有什么动向？大部分的投资商都已经开始撤资了。召开紧急会议。启动1级预警方案。顾总，安行计划发布以后，顾氏股票强势飙升，收盘涨超20%，咱们驿站也能跟着获益。他已经下了一步险棋了，就看接下来的成效能不能达到预期。截至昨天到今天，我们已经亏损了2个亿，我们旗下的公司20多家面临倒闭，目前形势比较紧张。这是我们的股票从2015年到现在的最低低谷期。刚接到大量分销商的大规模退单，包括王总在内，有很多投资方选择了撤资，连林氏集团的股价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。集团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人都来了，看样子大事不妙啊！是啊，那一夜之间投资方撤资了10几个亿啊，现在股价暴跌，太可怕了。作为公司的实际管理者，这次是因为你针对凌霄计划的错误判断和风险管理不当，致公司出现重大损失，经集团董事会决定，暂时撤销你New Way的管理权。从公司长远的发展角度考虑，而不得已做出的决定。会后，股东会有权限制你公司的邮箱、服务器权限、出入权限和工作内的移动数据。New Way还没有到无力回天的地步，你们就让我舍弃New Way自保，这是老爷子的指令吗？不，这是我们整个董事会的决定，而且我们是经过严格的风险评估，我们一致认为这是目前降低风险的最好办法。林总，舍小才能保全大局，不要因为一个New Way伤害到整个集团的利益。安心，安心，你快过来看，又怎么了？你家爱豆又被黑了？这次是你家爱的。嗯？这到底是谁干的？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先登一个小号给你下场反击。这么多的攻击，一篇一篇回是回不了的，反而还会引起更大的负面影响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到黑子的源头和目的。那源头搞不好就是顾氏呗，毕竟现在林家倒台，他们是最大的受益方啊。林总，我们先回公司吧。林总，林总，我们先回公司吧。回来了，辛苦了。
你又等我到这么晚啊？好几天都没看到你了，想等你一起睡。对不起啊，我最近太忙了。最近公司是出什么事情了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太忙了。真的没有吗？你都瘦了一圈了。放心吧，真的没事。那你去泡个澡吧，早点睡。好。那源头搞不好就是故事呗，毕竟现在林家岛台他们是最大的受益方啊。艾哥，就在我们经常见的那家候鸟咖啡厅。好，到时候见。我们很久没有约出来见面了。哥，你真的在攻击New Way吗？你是为了他才出来见我的？说实话，是的，我是很想搞垮New Way。如果不是他的话，现在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我不会这么做？因为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人。安心，我不要你这种相信，你这种相信已经让我痛苦太久了。我只想要你回来我身边，好吗？林月已经撑不了多久了，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哥，这是两码事。林月她就算是一无所有，我还是会一直陪着她的。难道我连一个机会都没有吗？在我心里，你一直都是我最亲近的亲人，我的哥哥，仅此而已。不要再跟林月斗了。安心，落子无悔。林月现在的局面只能怪他自己判断失误，怪不得别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，最后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我走了。所以不管这个人伤害你多少次，只要他需要你，你就会不顾一切的跑过去，是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需要你？对不起啊，哥，我现在有点懵，我们都冷静一下吧。为什么总是要让我离开我爱的人啊？我不能给你幸福吗？我也警告你，安心是我的女人，我来负责。凌月，因为现在的局面完全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。我知道你输了不好受，但我万没想到你会让安心出来跟我谈。安心真的去找你了？不用跟我装傻。凌月，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来对付你，赢不了。我是顾安心的哥哥。你还要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在我两个妹妹之间摇摆不定吗？哥，走。你别。这位林总口口声声说要见你，是无中生有还是欲盖弥彰？你自己心里清楚的很。
再让他受伤一次，我会把他抢回来的。下面到了此次电商峰会的高潮，让我们请出刚刚推出安行计划的顾氏集团 CEO 顾安生先生为我们介绍这个计划。诸位，相信已经在各大媒体上看到了有关我们安行计划的一切。关于这个项目的优势和特点，我就不在此赘述。我现在能说的只是，留给大家的投资空间已经不大了。很快，顾氏集团就会成为国内电商品牌里最大的公司。顾总好大的口气啊！明月，他怎么来了？这次风波让因为岌岌可危，可是看他不像你会欣然的样子，还有什么反转？小顾总，果然和顾氏集团一贯以来沉闷的风格大相径庭，佩服。别担心，我今天来是觉得 Newway 的创新理念和顾氏5G 物流仓规划如出一辙。我们 Newway 将会全力支持顾氏集团的安行计划，并展开线上和线下的全方位合作。请问林总，你的意思是 Newway 会放弃自己正在开发的5G 加项目，而投资顾氏旗下的同类型项目吗？之前传闻说 Newway 会起诉顾氏，因为顾氏的安行计划涉嫌侵权到 Newway 的未公布项目。那些都是传闻而已，你们媒体应该最清楚。你们记住，在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。我非常看好顾氏的安行计划，Newway会全力支持。连林氏就看上的项目，肯定前途无量啊。不过，如果想抢这块份子的话，一定要教诲不罚。绿月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玩花样，顾总才是高手吧？既然失败了，体面离场不好吗？你这个样子，不会搞得你自己很难堪吗？最终的结果都还没出来，顾总就宣布自己是胜利者，这未免也太早了。难不成你还有什么可以力挽狂澜的方法？你怎么知道我不能？况且，即使Newway败了，也是光明磊落，而你只不过是巧立名目、更名换姓而已。抢先发布本属于Newway的凌霄计划，就连关键技术的合作方都一模一样。抢在Newway技术发布之前做这些事情，顾总的确考虑周全。哎，保持微笑，这么多媒体拍着呢。放心，只要有和我合作的意向，大把人会相信你们故事的。抢，这个词更适合林总你吧。别以为没什么是你林月抢不走的。如果当初我先对安心表达心意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提安心。如果你觉得安心对你的拒绝是因为你晚来了一步的话，那你也太侮辱安心了。你根本就不配拥有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，我都不会因为迟来一步白给你了。属于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打回来。那你得加快速度了，否则接下来的一切，你不一定能承受得起。奉陪到底啊！
刘总，就没什么要跟我解释的。当初您跟我提案这个5G 加物流仓的时候，您好像没跟我说这是 New Way 的项目。林总，您为什么不直接跟媒体说顾氏偷了我们的计划呢？我们还没有宣布过这个计划，官司会很难打。顾氏还没有进入融资，就算坐实了他侵权，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打击。那看来您是已经知道该怎样进行实质性的打击了。你还记得负责凌霄计划高频段通信技术的雪飞科技吗？记得，当时我们想出高价购买他们的技术，但是一直都没有谈妥。没错，他之所以一直不肯把技术卖给我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卖。他是一个把自己技术产权看得很重的人，绝对不会卖给任何人。所以，顾氏不可能这么快地说服对方，并且启动方案，除非顾安生不知道这项技术属于雪飞。对，刘总想要在短时间内促成安行计划，就一定要向顾安生隐瞒雪飞的情况。林月威胁不了我们，你只需要去迎接将来丰厚的回报就好了嘛。我们顾氏集团只不过想稳求发展，不想四处树敌，更不想引火烧身啊。顾总，我保证，顾氏集团一定是最大的赢家。现在New Way出面支持，肯定会引起雪飞的关注。雪飞用专利去起诉顾氏集团，说他们盗取商业机密。到那时候，顾氏不想被做空都难了。与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我只是不想再让他有还手的机会。顾总，电商峰会后呢，我们收到了很多投资商的洽谈意向，他们都希望和我们合作。这么快？他们都是看到了安行计划的前景。好，你安排一下吧，我亲自见。好的。喂，顾总，不好了，安行计划中的一项技术设计侵权，昨晚相关的公司已经发起了诉讼，而且今早媒体的报道已经出来了，网上还出现了相关的铁证，感觉是一个有预谋的连锁行为。技术侵权？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按照计划推行不应该出问题才对啊。刘总现在在哪儿？我们一直联系不到他，投资人在会议室闹着要撤资，可是这笔钱已经投入生产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等我到了再说吧。我现在就来。凭借安行计划一日风光的顾氏集团，今天因技术设计造假，股市跌停，并因接连爆出欺诈消费者、货源把关漏洞、质量和安全隐患问题陷入危机。对方公司拿出相关资料指出，安行计划存在大量的技术盗取，还指控顾氏集团剽窃他们的创意。你可以回答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吗？顾氏集团的股价从今天早上开始就产生了大幅度的缩水，这是否意味着顾氏集团将从这次的危机中难以抽身呢？那投资者投入的那些钱怎么办呢？是啊，顾总。顾总，你回答一下。顾总，顾氏集团有收到律师函吗？顾总，请回答一下，顾总，顾氏集团将如何面对？我哥呢？媒体记者跟投资方都围在公司门口，要求顾氏赔偿他们的投资。现在顾总只能住在酒店里，没办法公开露面。那快点，顾总可以出来回应一下吗？快点拍照！顾氏集团对我们有什么不法措施？快点，请您回答一下。哎呀，快点拍！林总，顾氏那边已经连续跌停了5个工作日，是否需要继续跟进？继续。明白。走了，吃饭。走，吃饭去了。交给你了啊。怎么啦？又有什么东西没带啊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找你当然有事儿。顾氏股市跌停，怎么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跟连月天天在一起，
你要假装不知道。林月她最近很忙，我好几天都没有见到她了，什么个情况？因为出手彻底打击顾氏，我哥现在身受重创，每天就像个行尸走肉一样，连家都不能回。顾氏也快完了，怎么样？开心了吗？你的复仇目的达到了，你满意了吗？什么叫复仇目的？这件事情我说过了，我不知道。你少装好人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哥会和林月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？如果不是你拒绝我哥，他会拼死拼活的去和林月竞争吗？这全部的一切，都是拜你所赐啊！顾安心，我奉劝你一句，不要因为一个人的感情而影响2家企业。顾氏一夜之间蒸发了多少市值，多少人的努力和汗水全部付诸东流。你不配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哥，你怎么样了？看到以后给我回电话。现在怎么办？顾氏集团的人追得我到处跑，连躲的地方都没有。老板让你出去避避风头。当初不是说这是一块大蛋糕吗？怎么搞成这样？的确是块大蛋糕，但是也要慢慢吃，才不会被噎着。刘总，你太心急了。老板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本来想利用顾安生拖牛尾下水，没想到这林月不上当，反而将顾氏集团搞垮了。但也不算是毫无收获。你不要放松，继续盯紧。明白。回来了。这段时间太忙了，都没怎么回家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这段时间怎么会这么忙啊？公司有什么事情吗？还行吧，差不多都忙完了。那你的凌霄计划呢？现在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进展还算顺利。没了？怎么了？到现在你还要瞒着我？顾仙儿来找我了，要不是因为他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么僵。这是商场上常有的竞争，事情不是你想那么简单。可是你可以告诉我啊。我不想让你担心吗？我可以为你担心啊，我愿意为你担心啊。如果每一次你的无助、你的困难，我都要从第二个人的嘴里知道，那我是你的什么？因为这一次站在对面的是顾安生。我就知道你在意的是这个。我怎么能不在意啊？对于你现在质问我，对于你开始袒护他，我怎么能不在意？顾安生这是自作自受，是他来先惹我的。林月，我觉得这个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？凭我跟他认识相处这么多年。是，你们相处这么多年，是我比不了。所以你觉得我问你这些是为了维护他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不就是听信了别人的话，在心疼他吗？
果我们两个相处了这么久，到现在我们中间还隔着一个别人，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的话，那我们没什么好聊的。你要这么想，我无话可说。林总，顾氏集团现在股票跌停了，投资方也纷纷撤资，公司资产贬值40%左右。我们离做空顾氏的计划已经不远了。从来都是患者跟医生约时间都约不到，没见过你们这么一家的。你还有凌月，拖到现在才过来。要不是因为交了钱，我是不会来的。你呀，就是赤裸裸的秀恩爱。秀什么恩爱？他都好几天没回家了。吵架了？没吵架，只是他太忙了。你怎么会有这个医院的资料袋啊？玛利亚蒂医院，我当时实习的第一家医院。后来我走了之后，留下了很多文件夹。你问这干嘛？就是很多年前我的亲子鉴定是这个医院做的，但是我觉得鉴定有问题。鉴定有问题？怎么可能？你说说看，哪个无良医生？看看我认不认识。我之前的时候还真的打听过，是血液科的专家。血液科的专家不会是江涛吧？哦，对，就是江涛，是江涛。那不可能啊！他是我最优秀的专业导师和人生导师，从业30年，经验丰富。可能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或者说你记错了。我其实也是在想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虽然过去的事情是应该放下了，但是我妈妈还是因为这个离开了，所以我还是想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样吧，你把具体信息和当时检测的具体时间告诉我，我去给你替老师问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这个事情真的对我很重要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真的谢谢你。行，我有结果的话，我给你打电话。萱姐，小肖，再来看江医生啊。那个江医生查房去了，你去办公室坐一会儿吧。哎，行，那我先去了。哎。是你小子，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？我嘛替朋友问诊，
然后顺路给您带点好吃的。算你有良心，知道我好这口。哎呀，老师，您之前是不是一直都在玛利亚第一医院工作呀？是啊，只不过在那儿不是遇上你小子了吗？当年那批实习生，你是最有天赋的，也是最肯吃苦的人。都是您教的好。老师，我今天呢，受人之托，有些事儿想要问你。你说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叫顾安心，他之前呢，在您这儿做了一个亲子鉴定，但是他觉得搞错了，所以想问您，有没有什么印象？顾安心。对。一般的来说，如果有什么误诊的情况呀，我都会做记录。顾安心，我好像没什么印象。啊，那您要是想起来的话，就跟我说一声，因为这个事儿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好的。那老师，我先走了。我去，你粉丝都破万了，是时候让我这个经纪人上场了，知道了多拍。这个就是漫画的魅力。我看这是贤内助的魅力。他可不这么觉得。你俩还吵架呢？怎么了，肖医生？上次你说 DNA 鉴定的事儿，我继续跟进了一下，发现了一些疑问。雨果是你当初受伤的同学吗？对，他叫雨果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雨果的受伤原因难道不是因为高处坠落吗？有一部分外伤原因，但是导致患者残疾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在血液中检测到了阿普唑仑，才导致患者手臂出现了严重的神经损伤。那也就是说，我的老师江涛篡改了雨果的病理报告。我不太明白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跟他无冤无仇的。我也想不明白，所以我找到这份病理报告的时候，我就偷偷去了我老师的办公室，他有为患者录音的习惯，找到了这份关于雨果病理报告的录音文件。江医生，雨果的事情你必须帮我。不行。伪造顾安心亲子鉴定的事情，你也有份。那是你逼我的。归根结底是你的失职。曝光的话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只要你帮我这一次，顾安心的事情我会让他石沉大海。小红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那么客气嘛。你妈妈是我的好朋友，你现在这样，我也有责任。你责怪我很正常。杨红当时和江涛老师一起在血液科任职，他知道江涛老师是你亲子鉴定负责人，他就偷偷的把血液样本调了包。就是那一份有问题的亲子鉴定，我妈妈最后才会变成那个样子。杨红的父亲是江涛的导师，当时雨果出事的时候，正好赶上江涛老师升任副主任医师，杨红就拿着当年亲子鉴定的过错和升职的事情一起来要挟他，江涛就篡改了雨果的病理报告，把他残疾的原因
全推到楼梯的尸骨上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太太，安心小姐找您。哦，安心来了，你让她进来吧。好。安心来了，好久不见了，阿姨都想你了，快进来坐吧。啊，红姨，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，主要是想向您来求证几个事情。哎，什么事儿？当年的江医生，你记得吗？江医生我很早就认识了，但是很久没联系了。他当年给我做的 DNA 检测报告出了问题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检测报告有问题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因为我相信我妈妈，她不会做对不起爸爸的事。但如果检测报告是错的话，就说明肯定是有人伪造了鉴定报告，或者是调换了宋姐的血液样本。这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安心啊，听阿姨一句劝，谁没有年轻过，谁没有犯过错？是啊，上一辈人的事情，为何要纠缠到我们这辈呢？哎，你爸爸就是嘴巴倔，他心里可惦着你了。自从你妈妈去世之后，我跟他都希望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，把什么好的都给你，希望你过得好。红姨，这些年你对我的好，我都知道。包括那会儿在上学的时候，欣儿在学校对我的好，我也都记得。对了，红姨，你还记得雨果吗？没什么印象，他是谁啊？当年发生事故的人，我的同学。自从上一次他出现在顾家宴会之后又消失，我就找了当年的同学做了一些调查。有的同学在手机里找到了视频证据，可以证明我与当年的那场事故没有关系。有了新的证据固然是好的，再说我一直相信当时是无心之过。不过这件事情也过去太久了，你别总揪着不放，凡事都要向前看嘛。过去的事情都弄不明白，怎么向前看啊？阿姨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你现在跟林月发展的挺不错的，啊，当然你跟林月谈恋爱是你们自己的自由，我无权干涉。不过，看在你跟欣儿情同姐妹的份上，能不能不要太为难她？当然，你有什么事，我还是会帮忙的。阿姨还是很喜欢你的，还是会帮你的。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容易。阿姨，您放心好了，我跟林月会好好的。从雨中相遇那天说起，淋湿一段回忆的痕迹，缘分离奇，念念不忘的过去有了回应。谁
回到你身边的地址。我们的故事刚刚开始，用尽最美丽的形容词，也还不够描述你的名字。我们的故事只有彼此，手心握紧未来的钥匙，用爱轻轻转动，打开一生一世。不再抓狂停电的晚上，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，心跳加速缺氧，眼神的碰撞，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，有你热肠快乐不打烊，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，比漫画还要更漫画的日常，欢喜悲伤，复刻生活的模样。下雨天因为你变得很特别，路边捡来的小可怜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出现，抱紧我转圈圈。下雨天因为你让我好想念，属于回忆的某一片，走在一盏盏亮起灯的街，温暖整个世界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觉得我不会这么做？因为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人啊。那你得加快速度了，否则接下来的一切，你不一定能承受得起。顾总，对方公司拿出相关资料指出，爱情计划存在大量的技术盗版。不能拍，不能拍，让开，让开。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，最后变成一个你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怎么，这么晚都还不睡？睡不着，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？好啊。有人送了我10瓶酒，每个年份、每个味道都不一样。你说的那个人是林胜吧？哥，你觉得林胜是个怎么样的人？林胜吧，好像一直被家里保护的蛮好的，挺阳光的一个孩子。虽然说哥哥我确实不喜欢林家人，但林胜跟林家人确实不太一样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么多年来他对你还挺认真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现在真的很混乱，我没有办法完全放下林月。心儿，每一段感情都是有它的透支额度的，如果额度空了，就没有必要继续了。
不是因为其他人的出现，我跟他的关系不会是现在这样。我想再验证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是林月。喂。好，那校庆结束后见。明月要见你，见你做什么？不知道，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哥，嗯，能帮我去酒柜再拿一瓶酒吗？好，今晚陪你喝个够。等我。明天我们提早到11点，学校东角楼小礼堂见。没想到这里已经废弃了，是不是就像我跟你的回忆一样，也要通通被你丢弃呢？怎么是你啊？顾安生呢？我哥没来。你一直对我避而不见，我只能用这种方法把你请过来。我是来找顾安生谈合作的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为什么你每次看到我都要躲着我？我看起来有那么可怕吗？彼此的时间都很宝贵，不要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我知道，但是最后一次，你让我把想说的话、没说的话、来不及说的话，通通说完，可以吗？这里所有的门都被我锁上了，也屏蔽了所有的信号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把你留下来，我想让你考虑清楚，想清楚，到底谁才是你最正确的选择。你这是在浪费时间。和未来的人生相比，浪费的这点时间算什么呢？故地重游，有没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呢？我知道你现在陷在爱情的甜蜜里，可是我真的不愿意相信，我也不甘心。你最后选择的那个人是他。做出什么选择，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岳哥哥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不用再浪费20几年的时间成本去互相了解、互相相识。你怎么能够确定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你的选择就不会出错呢？只要是安心，就不会出错。
如果你要一直跟我讲这个的话，就没有必要说下去了。从小到大，你对我就没有过一次，哪怕是一瞬间的心动吗？我们认识了这么久，你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值得尊敬、值得熟悉的朋友，仅此而已。10年，我喜欢了你整整10年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都比不上你跟他短短在一起的几个月。我既然选择了安心，就不会再喜欢其他人。不要在没有结果的事情上再纠缠了。李总还没回来吗？林总今天没来上班，已经有几个重要的电话打给他，但是一直联系不上他。喂，安心小姐，您知道林总在哪儿吗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？现在公司上下都找不到林总，大家都特别着急。我今天早上一起来，他就已经不在了，所以他没有跟你说他要去哪儿是吗？没有，林总只是跟我们说要去处理一下跟您之间的问题。跟我？那我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联系到他。你稍等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校庆邀请函，我知道了。安心，没事就好，吓死我了。你不生我气了？你故意的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是你用我哥的名义把林月约到这儿的吧？你哥，那明明就是我哥。顾安心，你就这么喜欢属于我的东西吗？我对你的东西一点都不感兴趣。你究竟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就一点都不好奇林月曾经对我做过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我跟他之间有过一段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过往，你会想知道吗？我不在乎。好，那你自己看看。能证明什么？感情真好啊，顾安心，
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有什么资格给他幸福啊？你已经毁了雨果的人生，你现在还要来毁了我的是吗？10年，我等了他整整10年，而你又为他做过什么？你不过就是一个劣迹斑斑，连大学都没有毕业的人。我突然发现，我的忍让退步，只会换来有些人的得寸进尺。顾欣儿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。从今往后，我也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、忍气吞声的顾安心了。我会堂堂正正的生活，认认真真的爱凌渊。也请你过好你自己的生活。我们走吧。10年，我等了你10年，就比不过他这几个月是吗？有些事情不是这样衡量的。真的不是一时冲动吗？我跟安心不是一时冲动，也不止10年。至于和你，就跟那张照片一样，只是个误会。安心已经走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找到我的。那亲吻的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就是当年林芳的一个恶作剧，都是误会。那以后我要是再看到那样的照片，你就死定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都不会再有了。还笑得出来？都被人关起来了还笑？我是在笑刚才有人宣誓主权的样子。对啊，我都宣誓主权了，那你这辈子就只属于我一个人了。所以你这块领地不能被任何人分割，你心里呢也只能有我一个人，明白了吗？这么霸道啊？那必须的。好，遵命。心儿，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还好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再也不要理我了吗？怪我自己不争气，一听说你有事儿就很担心你，所以就不顾一切的过来了。那天晚上。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叫的酒店的一个女服务生帮你换的衣服。那天晚上你醉得不省人事，我怎么可能乘人之危？更何况，我明明知道你并不爱我。那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我只是很生气。我生气，为什么你不好好的爱惜自己？就像现在这个样子，你明明知道那个人根本就不在乎你，你还是不肯放手，还在苦苦挣扎。你已经等了他1个10年了，你难道还要继续等下去吗？你能有几个10年？
这一切对你来说值得吗？其实，在你来之前，我心里还有恨，还有埋怨，还有不甘心。但是在你刚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，我突然之间就释然了。我在心里说，谢谢你啊，林珊。无论什么样子的我，你都愿意陪着我。我答应你，这一次我一定会放手的。我们走吧。好。上来，我背你。事情就是这样了。雨果这件事情，杨红的嫌疑还挺大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找我哥干什么？谈合作。一直以来，都是我的不安感在作祟，总觉得他是我们之间的障碍，所以就想剔除他。但是剔除他又不能给我带来什么，相反，却在摧毁那些我所爱的人和事。不论是你，还是凌霄计划，我觉得我应该换一种方式去守护自己爱的人和事了。你的不安全感，我能理解。你还是那个我爱的林月。所以意思是，一吵架你就不爱我了？可是我没有因为我们吵架就减轻对你的感情啊。也不知道是谁，什么事儿也不说，都憋在心里。怎么了？我终于联系上你了，你还好吧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我跟安心在一块儿呢。你爸突然中风，刚送到医院急救，你快赶过来吧。大姨，阿姨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手术做着呢，医生也没说什么情况。爸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昏倒了呢？他哪里好好的了？你爸工作那么忙，他已经半年多没有休假了。爸发病的时候谁在身边？当时我在爸的身边，爸在书房，前1分钟还好好的，突然跟我说头晕，我感觉情况不太对，就立马打急救电话。救护车到的时候，爸已经晕倒了。从晕倒到医院中间隔了多久？医生，医生，现在病人情况稳定，但是还需要观察。问谁谁都说稳定，这人没醒，什么叫稳定？现在各项指标平稳，清醒是需要时间的。医生，现在一堆文件等着林总签字呢，你看你能不能多用一些好药，让林总早一点苏醒？病人的身体重要还是签字重要？我们3兄弟都在这儿呢，林家是没人了吗？有什么事儿找我们。我走了，辛苦了。工作的事情，还是等你爸爸醒了之后再说吧。我看在林总送信之前，一切事宜由林方总处理比较合适，毕竟他是家里的长子。这好像不太合规矩吧？怎么不合规矩？公司总得要有人经营啊。夫人，听说林总生病昏迷以后，我们几个股东商量一下，把律师叫来。通知律师做什么？各位，这份是林先生签署的紧急事务交付函，还有遗嘱。现在林先生昏迷不醒，属于紧急情况。根据这份文件，林氏集团暂时由林岳先生代理。林岳总，既然是老林总的意思，那就麻烦你跟我们回公司一趟吧。还有好多事情需要你回去协调处理。
如果不及时处理，消息外露，对公司和股票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。林岳总，去吧，这里有我，你放心。好，那这就先交给你们了。爸醒了立刻告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注意身体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想提醒老朋友几句话。你想说的我都知道，所以以后不用再来找我。那以前的事儿呢？放心吧，这件事已经石沉大海了。林月。你怎么了？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啊？啊？做噩梦了吗？我带你出去走走吧。那。怎么样，可爱吧？下面还有更多好玩的，去看看吧。走。下面有沙。哎，干嘛呢？这区域休整，没看见吗？我们已经买了门票了。买门票也进不去，下个月吧。啊，进不去。走吧。走了。哎，干嘛呀？抱我！进来。欢迎来到坏孩子的世界，走。谁啊？邪门了！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带你来这儿吗？你跟我哥之间的争斗，
提醒了我们都是受过伤的小孩，伤口虽然会好，但是疤痕却不会掉。但是呢，只要我们不把恐惧当回事，回忆再也吞噬不了我们。就像今天，危险系数都给忽略掉，你就可以享受其中，对不对？我总是想消除环境给我带来的危险，却忽略了潜在着的最大不安一直都在我心里。安心，谢谢你，让我亲身体会到，人的处境是来源于他自己的抉择。我需要的不是围栏，是走出安全区。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我会一直陪着你。那就拜托你了。哦，魔鬼鱼，快！魔鬼鱼，对着魔鬼鱼许愿就可以成真了。真的确有其事吗？对啊，我刚刚想的。顾总，林总到了。怎么，是来找我宣战呢，还是来找我算账呢？都不是，是来找你合作。林总为什么会突然跟一个敌人合作呢？要是因为安心的话，我觉得就不必了吧。我不想我们之间的事情牵扯到他。我不会让他为难。是安心让我懂得了接纳的意义。为谋一时利益单打独斗的方式，不会长久。希望你也能明白这一点。这还是我眼中那个杀伐果决、不择手段的凌月吗？因为心中有了牵挂，所以才会变得坦率。那你又凭什么那么自信，我一定会跟你合作呢？这是你当下最好的选择。还有，我信得过安心和你作为亲人共处的时间。握手被发明的意义，在过去，是告诉别人你的手里没有武器。现在伸出手，是想表达，不想再给任何一方造成任何伤害。当初我要做5G+，是看中它的前景，并不是故意要跟你抗衡的。只不过后来做着做着就偏离主线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事先并不知情？刘总当时并没有告诉我们，他最开始是跟你们合作的。你现在还联系得上刘总吗？联系不上了。顾氏出事以后，我们也一直在找他。林善，我们不是说好了10点你准时出现在我的面前吗？现在已经快到时间啦，你人呢？我已经到了。那你在哪里啊？
你走出窗台看看。走出窗台？搞什么鬼啊？神神秘秘的。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打开看看。你在哪儿？你回头。这是心儿，你还记得他吗？这是你第一次送给我的礼物，虽然我知道这原本是要送给我二哥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舍得穿过它一次。对不起，其实这是……不用解释，我都明白。但有一件事，你可能一直都不知道。其实你去国外找我二哥的时候，我也经常偷偷跑去找你。虽然每一次你都没有关注到我，总是跟我擦肩而过，但是每次只要能看到你，我就已经觉得非常满足了。走过了所有你去过的城市，慢慢的我开始收集这些机票还有明信片，不知不觉都已经收集这么多了。你怎么以前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啊？你不是也没有跟我二哥说过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吗？心儿，我们是一类人，我们都爱得太傻了。现在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当你在默默看着我二哥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地守护着你。你不必爱得这么辛苦，你也值得被爱，被珍惜。医生，心儿，过去只要二哥朝你迈出一步，你便会义无反顾地替他跑完剩下所有的路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只要点一个头，我也可以义无反顾地替你加速狂奔。所以，你愿意接受可以为你加速狂奔的我吗？谢谢你，我爱你。患者鼻部挫伤、血常规、凝血功能、感染性疾病筛查、肝肾功能、电解质等未解不安心，好像没什么影响。我保证不会有人知道的。下不为例。肖老师，肖老师，报告我看了，前面都挺好的，就是最后出院医嘱的时候，除了最基本的用药，还要对患者有一些具体合理的心理上的和生活上的建议。我知道了，肖老师。这段是一期感谢您对我的指导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为什么做医生啊？我从小就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，但是就觉得能免除痛苦、救人性命是一件很伟大的事。如果能把这样的事当成一种事业的话，我觉得我的生命会变得更有意义吧。林总，这个他们现在已经到达机场了，大约30分钟之后就会到开会的地方。
在是太难受了。怎么了？我不想再这么待下去了，我要辞职。哎，你理智一点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很不好，无法理智。萧一山，喂。掉头，去萧一山家。嗯。哎，兄弟，你来啦！快，陪我喝点儿。艾丽，我在做梦吧？梦里真好，还有艾丽呢。那你怎么会来我梦里啊？还知道重色轻友啊？看你也没喝多呀。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受，我再也不去医院了。我从明天起，我就陪艾丽梦游仙境。我很少见他这样，就让他好好释放一次吧。喂，林总，这个那边已经到了，我们现在必须马上出发。这个那边我去就行了，你陪好他吧。可是他现在需要的是你，而且最近你也辛苦了，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吧。老姜呀，老姜呀，姜老师啊，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啊？为什么呀？你是因为江涛，至于吗？不知道他对我有多重要。他是我的人生导师。既然你这么难受，他又是你那么亲近的人，你为什么不去提醒他，让他承担责任呢？你知道他救过多少人吗？你知道他是多少人的希望吗？如果是我把他送进监狱的话，那我该怎么面对他呀？可是你这样逃避问题，只会让安心他们也受到伤害，而且一样痛苦的，也有你的导师。最亲近的人不都是这样吗？很难说出口，很难去面对。就像你呀，你不也逃避我的追求吗？你看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你别再这样了，你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但是起码我可以缓解痛苦。艾丽，你呀，就是个机器人。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萧一山，理解你的鳏、寡、孤、独。大风吹过，吹过我的心。别唱了，睡觉。再也不会为我掉泪滴。别唱了，睡觉。你放手，萧一山。我不放，我要一直抱着你，抱到永远。你先放开。我不放，我一放了你就飞走了。我知道你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我，但是你能不能
给我个机会让我喜欢你。你先放开。我不放，除非你答应我。我答应你什么？你答应让我们好好在一起。你说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林总说你家没吃的，让我给你带点早餐过来。都是我喜欢的，谢谢啊。哎，也谢谢凌月。你赶快吃吧，吃完了去上班。上班？我不去，我今天就交辞职报告，我不干了，我辞职。林总说不许你辞职。他凭什么不让我辞职？他又不是我上司，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那要是我不想让你辞职呢？啊？你也不是我上司啊。那我是你什么呀？好朋友。对，好朋友。你不知道，医院里面有我不想见的人，我见着他我心里别扭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昨天说的。昨天？昨天你照顾的我？不然呢？那我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我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吧？我好像还梦着我抱你来着。是，做梦。做梦就好，做梦就好。哎，小爱今天打疫苗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嗯。女人的脸怎么说变就变，生什么气呀？从雨中相遇那天说起，淋湿一段回忆的痕迹，缘分离奇，念念不忘的过去有了回应。心突然乱了频率，借友谊的手拥抱你，明明越来越在意，怕幸福的铅笔放正了。